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庆功宴的灯光晃得人眼晕。启航科技公司为了庆祝销售总监周胜拿下了天穹集团3000万的大单，把市里最贵的酒店宴会厅给包了。水晶吊灯下面，总经理王建安的脸喝得红光满面，他举着酒杯，把周胜夸成了一朵花，说是公司的福将，是打硬仗的功臣。周胜站在他旁边，挺着肚子，脸上全是得意。他讲的话一套一套的，把这个项目的艰难和自己的英明决策说了个遍，听上去好像是他一个人把喜马拉雅山给搬了过来。林默坐在最角落的那一桌，桌上的人他大多不熟，是行政和后勤的几个员工。他面前的红酒很便宜，喝到嘴里又酸又涩。他看着台上的周胜，脸上没什么表情。这个项目从头到尾是他林默花了半年时间啃下来的。天穹集团的资料，他翻得比自己的家谱还熟。为了弄清楚对方真正的技术痛点，他住在公司旁边的小旅馆里，一连2个月没回过家。那套最后让天穹集团拍案叫绝的嵌入式数据优化方案，是他熬了不知道多少个通宵，喝了不知道多少杯苦咖啡，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周胜呢？林默记得很清楚。周胜只是在最后一次给客户做方案汇报的时候，穿着新买的西装，上台念了他写的稿子。那次汇报，周胜还把2个最关键的技术名词给读错了。林默当时就坐在台下，听得直皱眉头。他觉得这就像一个厨子辛辛苦苦做了一桌满汉全席，最后端菜的服务员却成了食神。周围的同事端着酒杯，一波一波的去给周胜和王总敬酒，马屁话像不要钱一样往外冒。没有人往林默这边看一眼，他就像个走错了地方的透明人，跟这场热闹的盛宴一点关系都没有。宴会吃得差不多了，王总清了清嗓子，拿起话筒。他说要宣布一个组织架构调整的决定。先是提拔了周胜的一个亲信，当了新设立的销售2部经理，说是要给年轻人更多机会。大家都鼓掌。然后王总的话锋转了一下，他看着林默的方向，声音里一点温度都没有。林默同志，在天穹项目的前期跟进中，出现了一些沟通上的小失误，给公司造成了不良影响。但公司念在他这几年的辛苦，就不做开除处理了。全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打在了林默身上。那些目光里有同情，有看热闹的，也有幸灾乐祸的。王总继续说，即日起，林默调离销售部，去公司档案室担任数据管理员。希望他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反思，继续为公司做贡献。从年薪100万的核心销售，直接发配到1个月几千块钱的后勤档案室，这比直接开除还要羞辱人。坐在林默旁边桌的李薇，一个刚来不久的小姑娘，急得脸都白了，担忧地看着他。周胜的嘴角挂着一丝藏不住的得意。所有人都以为林默会拍案而起，会愤怒地质问。林默没有，他只是慢慢地站了起来，脸上依旧是那种让人看不懂的平静。他冲着王总和周胜的方向轻轻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好的，我服从公司安排。”说完，他把手里的餐巾放到桌上，转身就走。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话，也没有回头看一眼。他走得那么干脆，那么安静，安静的让整个宴会厅的人都觉得心里发慌。林默真的去了档案室。那地方在办公楼最北边的1楼，窗户外面就是一堵墙，
一年到头都见不着太阳。房间里堆满了半人高的文件柜，空气里飘着一股纸张发霉和灰尘混杂的味道。公司给他的办公条件是一张桌腿生了锈的铁皮桌和一台开机要5分钟的老电脑。他的新工作就是把这些10几年来没人碰过的旧合同、旧报表分门别类扫描进电脑里。他在启航科技干了6年，从一个愣头青干到销售部的顶梁柱。他以前的那些同事，现在在走廊里碰到他，都像见了鬼一样，要么低头玩手机，要么转身就走，好像跟他多说一句话就会沾上什么晦气。只有李薇，那个新来的小姑娘，还拿他当人看。他会趁着午休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给林默发微信，告诉他公司里又发生了什么事，谁又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他气愤地说：“默哥，他们太过分了，这个项目明明是你做的。”林默回他：“没事，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他好像一点也不在乎。他每天早上9点准时到档案室，下午6点准时走。他把那些乱得像垃圾堆一样的文件，一本一本地拿出来，用抹布擦掉灰，然后按照年份和项目，整整齐齐地码在柜子里。他还自学了数据库编程，把那台老牛拉破车一样的电脑调教得顺畅了不少。这种安静的能听到自己心跳的日子，反而让他觉得很舒服。销售部那些没完没了的酒局，办公室里那些勾心斗角的话，都离他远去了。他有了大把的时间。他开始在网上看各种最新的技术文章，研究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领域的应用。他还花钱报了一个项目管理专业人士的在线认证课程。他没有抱怨，没有颓废，他像一棵在冬天里积蓄养分的树，悄悄地把根扎得更深。另一边，周胜的日子过得春风得意。他名正言顺地接手了天穹集团的项目执行。他带着自己的新团队，天天往客户那边跑。可是，好日子没过几天，麻烦就来了。天穹集团那边不是请客吃饭就能糊弄过去的。他们的技术团队开始提出各种具体的问题，全都是关于林默那套方案里的核心算法和架构逻辑的。周胜根本不懂这些，他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对技术一窍不通。每次开会被客户的技术人员问到细节，他就只会说一些这个没问题，我们技术团队肯定能解决之类的空话。几次下来，客户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李薇偷偷告诉林默，周胜已经连续2次在项目沟通会上被天穹的人问得卡了壳，场面尴尬的能用脚趾头抠出一座3室一厅。他回来就在办公室里摔杯子，骂手下的工程师是饭桶。可谁都知道，真正的饭桶是他自己。为了绕开这些专业问题，周胜开始变本加厉地请客送礼，想用歪门邪道把事情摆平。项目启动了1个月，一颗大雷终于炸了。按照合同，启航科技要向天穹集团提供第1阶段的核心模块样品，用来做性能测试。周胜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技术部，让他们照着林默留下的方案文档去做。周胜不知道，林默留了一手。那份方案文档，他只写了整体的框架和设计思路，最核心、最值钱的底层算法和实现逻辑，他一个字都没写。这些东西全在他的脑子里。他不是为了防备周胜，这只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核心技术永远不能轻易落在纸面上，结果可想而知。技术部那帮人对着一份只有骨架没有血肉的文档，闭门造车了1个星期，
做出来的样品简直就是个笑话。林默的方案里承诺的数据优化率可以达到30%以上，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优化率连5%都不到。样品送过去之后，天穹集团那边彻底火了。客户方的项目负责人是那个叫苏婉的女人，30多岁，业内有名的精明干练。她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了王建安的手机上。王总当时正在开会，看到是苏婉的号码，还喜滋滋地接了起来。电话那头，苏婉的声音又冷又硬，一点情面都不留。他直接说，启航科技提交的样品跟竞标时候承诺的方案完全是两码事。这已经不是技术能力问题，这是严重的虚假宣传和合同欺诈。王建安脑子嗡的一声，当场就懵了。他挂了电话，脸色铁青，第一次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把周胜叫到办公室，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周胜吓得满头大汗，一个劲儿的狡辩，把锅全都甩给了技术部，说他们执行不力，领会错了方案精神。他还拍着胸脯跟王总保证，他再去跟客户好好沟通一下，一定能把苏总哄开心。王建安虽然气得想杀人，可3000万的合同已经签了，他除了相信周胜，也没有别的办法。周胜提着一盒顶级的普洱茶和2瓶茅台，又去找苏婉。结果他连苏婉办公室的门都没进去。苏婉的助理把他拦在了外面，客气又冷漠地告诉他，周总监，不好意思，苏总现在很忙。他说他只跟能解决问题的人谈。周胜提着礼物灰溜溜地回来了。公司里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天穹这个项目可能要黄了的谣言，像病毒一样在每个角落里传播。李威又给林默发来了消息，默哥，周胜快完蛋了，我听说王总下了死命令，让他1周之内必须搞定，不然就让他卷铺盖滚蛋。林默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字，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他关掉聊天窗口，点开了项目管理课程的视频。窗外天阴沉沉的，一场大雨看样子是躲不过去了。1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周胜想尽了办法，还是没能见到苏婉的面。然后天穹集团的一封正式邮件发到了王建安的邮箱里。邮件很短，要求第2天上午召开紧急项目会议，启航科技的最高负责人必须出席。第2天，启航科技的会议室里气氛压抑得像要下雨。王建安亲自来了，黑着一张脸。周胜坐在他旁边，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蔫头耷脑。对面坐着苏婉和他的团队，一个法务，一个技术主管，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结了冰。会议一开始，苏婉就没说一句废话，他让助理直接打开投影仪。屏幕上先是播放了一段视频，是当初竞标时林默站在台上对他的技术方案进行阐述的录像。视频里的林默沉着自信，对每一个技术细节都信手拈来，逻辑清晰的可怕。视频放完，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份文件，是周胜团队提交的那个垃圾样品的测试报告。红色的不合格字样和惨不忍睹的数据，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王建安和周胜的脸上。王总，苏婉的声音不大，但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天穹集团在几十家竞标公司里，最后选择了启航，不是因为你们的报价最低，也不是因为周总监这张嘴会说话。我们选择的是这份方案，
是这个解决方案背后体现出来的专业和创新。他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在王建安和周胜的脸上一一划过。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苏婉身体微微前倾，盯着王建安的眼睛。当初做出并且阐述这个方案的林默先生，他现在在哪里？为什么项目进入执行阶段以后，我们一次都没有见过他？周胜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王建安也愣住了，他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个项目真正的核心人物不是周胜，而是那个被他一脚踢到档案室的林默。他一直以为林默只是个跑腿的。他转过头，用能杀人的眼神瞪着周胜。周胜嘴唇哆嗦着，支支吾吾地编瞎话：“林先生，他因为个人的一些原因，公司安排他去负责一个更重要的内部保密项目了。”苏婉发出一声短促的冷笑，直接打断了他：“是吗？更重要的项目？负责整理20年前的旧报纸吗？”这句话让周胜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明白了，苏婉什么都知道了。苏婉不再看他，他直接对着王建安下了最后通牒：“王总，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这份3000万的合同，我们签的是林默先生的方案和他的能力。现在你们有2个选择：第一，立刻马上让林默先生回来，由他，也只能由他全权负责这个项目的所有技术环节。之前的不愉快，我们可以当没发生过。第二，我们立刻终止合同。我们集团的法务部会马上启动诉讼程序，起诉你们启航科技合同欺诈。到时候，我们不光要求退还预付款，还要你们赔偿我们因为项目延期造成的所有损失。这个数字绝对比3000万之多不少。我给你们24小时的时间考虑。”说完，苏婉站起来，理了理自己的西装外套，带着他的团队，看都没再看对面一眼，径直走出了会议室。会议室里只剩下王建安和周胜，2个人像被抽了骨头的死狗，瘫在椅子上。公司彻底慌了。王建安的办公室里，先是传出了一声瓷器碎裂的巨响，接着就是他像野兽一样的咆哮。他指着周胜的鼻子，把他骂得体无完肤。周胜缩着脖子，像个鹌鹑一样站着，屁都不敢放一个。他知道这次他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骂累了，王建安一屁股坐回老板椅上，喘着粗气。他知道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把那个叫林默的家伙给弄回来。他抓起电话，把人事总监张兰叫了进来。张兰，王总的口气像是要吃人。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不惜一切代价，马上把林默给我请回来。告诉他恢复他原来的职位，不，给他升职，让他当项目总监，薪水翻倍。张兰是个40多岁的女人，在公司里向来看人下菜碟。她领了命，心里虽然100个不情愿，但还是踩着高跟鞋走向了办公楼那个她从来没去过的阴暗角落。她推开档案室的门，一股呛人的灰尘味让她皱了皱眉。她看到林默正戴着耳机，坐在那台破电脑前面，不知道在看什么，看得非常专注。林默，张兰叫了他一声，他的语气里还带着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像是来施舍什么东西。林默摘下耳机，回过头，平静地看着他。张兰清了清嗓子，开始背王总的指示。公司经过慎重考虑，认识到之前对你的工作安排存在一些不妥之处。现在王总决定，
恢复你销售部的职位，并且任命你为天穹项目的项目总监，薪资上调20%。你现在收拾一下，跟我去见王总。”他说薪水的时候，自己把王总说的翻倍给打了好几个折扣。他以为林默会激动得痛哭流涕，会感恩戴德地跪下谢恩。林默没有，他只是很平淡地回了一句：“知道了。不过我现在手头有点事，这周的档案还没整理完。你回复王总，这是我需要考虑一下。”张兰愣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被踩到泥里的人，居然还敢说考虑一下。他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声音也尖锐了起来：“林默，你搞清楚现在的状况，这是你翻身的唯一机会。天穹那个项目没有你，谁都搞不定，是吗？”林默看着他，嘴角微微向上翘了一下，那是个很淡的笑容。那是公司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说完，他重新戴上耳机，把头转了回去，不再看他。张兰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她还想说什么，可看着林默那个油盐不进的背影，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跺了跺脚，转身气冲冲地回去复命了。王建安听完他的汇报，气得抓起桌上的另一只茶杯，又想砸，可他举起手又放下了。他不敢，他现在才明白，这场游戏的主动权已经不在他手里了。王建安和周胜想尽了办法，加薪、许诺职位，甚至还找到了林默的父母，想走亲情路线。林默那边就像一块石头投进了大海，一点回音都没有。24小时的期限一分一秒的过去，启航科技的高层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一夜，林默的手机很安静，他关了机。他知道公司那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但他一点都不急。他像往常一样，吃完晚饭，整理了一下白天学习的笔记，准备早点休息。深夜11点多，他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准备看最后一封邮件。他收到了李薇发来的一条加密信息，信息很短：“莫哥，千万小心。我今天去倒水，不小心听到周胜在他办公室里打电话，说现在是先把您哄回来救火，等项目稳定了，他有的是办法，再找个由头把您一脚踢开，让您永世不得翻身。”林默看着这条信息，眼神冷了一下。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周胜和王建安是什么样的人，他早就看透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是他们的本性。卸磨杀驴这出戏，他早就料到了。就在他准备关掉电脑的时候，私人邮箱的收件箱里突然跳出了一封新邮件的提示。发件人的名字让他的心跳漏了一拍：苏婉。他想起来了，在项目初期，有一次技术交流会开完，苏婉曾主动过来，跟他说很欣赏他的专业能力，还跟他交换了名片，说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私下交流技术。他当时只当是句客套话，没想到他居然还真的存着他的联系方式。他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点开了那封邮件。邮件的内容非常简洁，完全是苏婉的风格。林先生，冒昧打扰。通过一些渠道，我大致了解了您在启航公司的处境。贵公司内部的人事问题，我们作为客户不便评价，但我个人非常欣赏您的才华和专业精神。天穹集团的这个项目对我们未来的数字化战略布局至关重要，我们不能把它交给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不专业团队。附件里是我个人的一个不成熟的提议，希望您能抽空看一下。
在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我希望您能先看过它。祝好。”林默的心跳开始不受控制地加快。他移动鼠标，点开了邮件的附件。附件打开，他愣住了。那不是他想象中的一份高薪聘用合同，也不是一份简单的邀请函。那是一份制作精良、条理清晰的商业计划书。计划书的标题是关于成立穹顶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合作意向书。他一目十行地往下看。计划书的核心内容简单粗暴，由天穹集团作为天使投资方，直接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成立一家全新的、独立的科技公司。这家新公司的业务方向就是专注于为大型企业提供高端的数据优化和系统解决方案服务。而他，林默，将作为这家新公司的技术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也就是 CEO， 直接拥有公司30%的原始股份，并且天穹集团承诺，未来5年之内，集团所有与数据服务相关的业务都将独家外包给这家新成立的公司。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苏婉不是要挖他去天穹集团当一个高级打工仔，他是要直接出钱、出资源，扶持他另起炉灶，自己当老板。而且一上来就直接给他喂了一个长期、稳定，而且利润丰厚的金饭碗。他原本所有的计划，只是为了在离开启航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能有一个体面的自保。可苏婉的这份提议，直接给了他一片他从未想象过的全新的天空。林默看着电脑屏幕上的那份意向书，大脑一片空白。他被这份从天而降的巨大机遇震惊了，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职场反转了，这是一张能彻底掀翻整个牌桌的王牌。第二天上午9点，王建安的电话准时打了进来。这一次，他没有让张兰或者周胜出面，而是亲自打给了林默。电话里，王总的声音和蔼得像个慈祥的圣诞老人。他上来就先是进行了一番深刻的自我检讨，然后开出了新的条件，薪水直接翻倍，任命为公司副总监，天穹项目的所有人事和财务都由林默一人说了算。林默听他絮絮叨叨地说完，只回了一句：“王总，电话里说不清楚，我们还是当面谈吧。”王建安一听有门，立刻说：“好好好，你现在就来我办公室，我让司机去接你。”半小时后，林默走进了王建安那间豪华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王建安和周胜都在。周胜的脸上堆着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他上来就想给林默一个拥抱，嘴里说着：“默哥，哎呀，之前都是误会，是我混蛋，我给你赔罪。”林默身体微微一侧，躲开了。他没有看周胜，只是看着王建安。王建安搓着手，热情地招呼他：“林默啊，快坐快坐。你看，我就说嘛，咱们都是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仇？只要你回来，什么条件都好说。”林默没有坐，他从自己随身带来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很轻地放在了王建安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上，然后用2根手指把文件推到了王建安的面前。“这是什么？”王建安一边伸手去拿，一边笑着说：“是你的条件清单吗？没问题，只要合理，公司都满足。”他的话说到一半就卡住了。他看清了文件上那2个用黑体3号字打印出来的词：辞职信。周胜也凑过来看了一眼，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林默，你疯了！王建安的声音一下子就变了调，又尖又厉。你知不知道你放弃的是什么？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现在走出去，除了我们启航，谁还会给你这样的平台？林默终于笑了，这是他这1个月以来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他说：“王总，您说的平台是指那个1年4季都看不见太阳的档案是吗？还是指我辛辛苦苦拿下了3000万的大单，然后就在庆功宴上被一脚踢开的福报？”他转过头看着周胜说：“周总监，以后还要辛苦您，继续在酒桌上跟客户好好沟通了。”说完，他不再理会这2个目瞪口呆的人，转身就往外走。“你给我站住！”王建安在他身后气急败坏地吼道：“你走了项目怎么办？你这是对公司不负责任！”林默的脚步顿了一下，但没有回头。他说：“在我被调去档案室整理那些发霉的旧报纸的那一刻起，这个项目就跟我没有1毛钱关系了。”办公室的门外，人事总监张兰像是早就等在了那里。他板着一张脸，拦住了林默的去路。“林默，我提醒你，你跟公司签的劳动合同里有竞业限制协议，2年之内你不得到我们公司的任何竞争对手那里任职，否则公司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林默停下脚步，看着这个女人，觉得有些好笑。他平静地说：“张姐，第一，在我被恶意调岗的时候，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公司单方面把我从核心技术销售岗位调到非技术、非核心的后勤岗位，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变更。我没有同意，所以原合同的部分条款已经可以视为无效了。第二，他看着张兰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就算竞业协议有效，我记得上面的补偿金是每个月300块钱。你觉得我会为了这300块钱放弃我的未来吗？”他最后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补充了一句：“哦，对了，顺便再提醒您一下，我的新身份不是友商的员工，我是友商的老板。你们公司的竞业协议好像管不到我。”张兰那张涂着厚厚粉底的脸瞬间变得和墙壁一样白。林默不再看他，在全公司所有办公室探出来的脑袋的注视下，在王建安和周胜震惊、愤怒和完全不解的目光中，昂着头走出了启航科技的大门。那扇沉重的玻璃门在他身后关上，也关上了他在这里的6年青春。生活不是小说，启航科技并没有因为林默的离开就立刻倒闭破产。现实生活里的报应来得往往更慢，也更磨人。启航科技最终还是丢掉了天穹集团的那份合同，这不仅仅是损失了3000万的收入，更致命的是，这件事在整个行业里传开了。一个靠抢下属功劳逼走核心人才的公司，他的信誉一夜之间就跌到了谷底。随后的半年里，启航科技的股价跌了将近40%，好几个本来快要谈成的大项目也莫名其妙地黄了。在一次气氛紧张的董事会上，王建安被董事会罢免了总经理的职务，而周胜在失去项目之后，很快就被当作替罪羊给开除了。他在这个圈子里名声臭了，听说后来去了一个很小的公司，卖一些技术含量很低的产品，再也不复当年的风光。几个月以后，在城东新开发的科技园里，一家叫穹顶数据的新公司低调地挂牌开业了。开业仪式办得很简单，没有请媒体，也没有搞什么盛大的发布会。
只请了几个关系最好的合作伙伴。林默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和 CEO， 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西装，站在小小的演讲台前发言。他不再是过去那个不爱说话、总是躲在角落里的技术员了。他的声音沉稳，眼神自信，他描绘着公司未来的蓝图，眼睛里闪着光。台下第一排，苏婉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装，微笑着为他鼓掌。在苏婉的身边坐着李薇。在林默离开启航后不久，这个善良的小姑娘也鼓起勇气递交了辞职信。她找到了林默，说她什么都可以做，只要能跟着他干。林默没有拒绝。他知道要开创一番新的事业，不仅需要顶尖的技术，也需要身边有值得信任的、善良的伙伴。人们都说，最好的报复不是把你的敌人毁灭掉，而是当你还在原来的泥潭里打滚、挣扎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高高的山顶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你看着我，却连我的背影都追不上。1年以后，穹顶数据成了行业里人人侧目的一匹黑马，业务做得风生水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林默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跟他的团队开着跨国视频会议。他们在讨论一个比当初天穹项目还要大上好几倍的新项目。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洒在他的脸上，他专注而又从容。他的手机在桌上震动了一下，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上面写着：“林总，您好，我是王建安。当年的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瞎了狗眼。您看，我们启航公司现在还有没有机会能跟您合作？”林默拿起手机看了一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按下了删除键，然后抬起头，对着视频里兴奋的团队成员说：“好了，各位，我们继续讨论第3阶段的实施方案。”窗外是广阔无垠的蓝天。他知道，属于他的航程才刚刚开始。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